同学们好，下面我们学习妇人脉和小儿脉。妇人有月经、妊娠、产育等特殊的生理活动及其病变，因此诊妇人脉有一定的特殊性。首先，我们来看诊月经脉。女子的月经来潮通常与肝血和肾经的充盈有密切关系。肝血和肾经主要分布在左手的关和齿，所以当妇人的左关和左齿明显红大于右手的关和齿的时候，而且妇人口不苦、身不热、腹不胀，就是属为月经将至的一个表现。下面我们来看看妊娠脉。已婚妇女平时的月经正常，突然停经，脉来滑硕冲合，两尺脉搏动强于寸脉，兼有饮食偏嗜，喜欢吃酸或者是喜欢吃甜食等等，这些为妊娠之征。我们通常把这种滑硕冲合的脉象称为喜脉。这里面要注意的是，尺脉后肾包公系于肾，妊娠后胎气鼓动，两尺脉滑硕搏直，明显强于寸脉，这就是妊娠脉的表现。最后我们来看看临产脉。妇人临产时脉象会异于平常，通常妇人的中指、中节和顶节两盘脉搏跳动明显，这就是临产之兆。我们把这种脉称为临产离经脉。下面我们来学习诊小儿脉。我们在望诊中已经学习过小儿指纹的诊法，这主要是针对3岁以内的婴幼儿的诊法，3岁以上的小儿才采取脉诊。由于小儿的寸口部位比较短，难以布3指来分3关，所以诊小儿脉的方法与成人的诊法是不太一样的，常采取1指总后3步诊法，简称为1指定3关。1指定3关的操作方法是：医生用左手握住小儿的手，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按住寸口的部位，不用分寸关尺3步的诊法，这就是1指定3关。因为小儿的疾病一般都比较单纯，所以小儿的病脉通常不如成年人那样复杂。小儿的脉象一般只用诊浮沉、齿硕、强弱、环颈等等，用来辨别表里寒热虚实以及邪正的盛衰。比如我们用浮沉来分表里，齿硕来辨寒热，强弱来辨虚实，环颈来辨寒湿。以上是诊妇人脉和诊小儿脉的内容，本节课就上到这里。